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静电。新一期的视频呢，又跟大家见面了。随着前一段 ChatGPT 发布会的举行呢，其中推出的 GPT-S 呢，成为很多玩 AI 小伙伴的关注的焦点啊。那随着月末呢 ，GPT-S 即将要上线 OpenAI 的商店，很多的小伙伴呢都想做一款属于自己的 GPT-S 应用来赚取第一桶金。今天呢，静电就手把手的带着大家来去完成一款 GPT-S 应用的制作，绝对的保姆级的教程，而且不需要一行的代码，也不需要大家有任何编程的知识，在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轻松的搞定非常炫酷功能的 GPT-S 应用的制作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天气加上绘图的 GPT-S 应用。通过这个应用呢，你不仅可以查询你所在城市的当前的天气，还有天气预报的信息，而且呢，可以使用这个天气信息结合自己所在城市的一些地标、一些特征呢，来绘制出只有属于自己城市的3D 立体的天气预报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炫酷。最后给大家演示一下静电另外制作的一款灵感绘画 Prompt GPT-S 的应用。很多小伙伴呢，在去创建 Prompt 咒语的时候呢，肯定都非常的苦恼，或者说没有灵感啊。那通过我这款应用呢，大家就可以一键来去完成符合标准的 AI 绘画 Prompt 的设计和创建工作，真的非常的简单。好，一起来跟静电进行下面的教程吧。好，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教程。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来到 ChatGPT 的官网啊，就 chat.openai.com 啊，当然你要注册好。注册好之后呢，现在 ChatGPT 呢有一个免费的，还有一个收费的版本啊。3.5 是免费的，4是收费的。你要使用 ChatGPT 啊 GPT-S 的话呢，必须要用 GPT-4， 也就是你每个月要去订阅啊，花钱去订阅，这个是免不了的。所以呢，这是我们做所有事情的一个前提。各位呢，在这儿一定要有 GPT-4 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到左下角。好，我们放大一点给大家看。我们点开这个之后呢，我们来到这儿有一个 My GPTs 啊，点它。OK， 那来到这里边之后呢，这就是我创建的 GPT 啊 GPT-S。那这个 GPT-S 的话呢，其实比较的简单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直接创建一个，一定要跟着我的步骤来啊，里边有一些注意的这个技巧还是要有的。好，点击 Create a GPT。OK， 接下来呢就来到了一个创建的这个界面。这个创建界面里边呢，它分为2步啊，左边是我们的输入端，右边呢是输出端。左边有2个栏目啊，第一个叫 Create， 第二个叫做 Config 啊。这2个呢，一个是进行精细化调整的，一个是自然语言的这种引导式的、向导式的一个帮你创建 GPT-S 的一种方式啊。那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你可以先用这个 Create， 然后来进行一个创建。它这个里边呢，它会有一个 GPT Builder， 这 GPT Builder 呢就是一个助理，它会帮助你说你要创建怎样的 GPT， 你要实现怎样的功能，你可以去告诉它。其实在这个里边呢，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进行初步的一个创建啊。那比如说我在这儿，我想告诉它我要创建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应用，对不对？好，那我在这儿直接把我的这个话已经写好了，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写的一个话。我想创建一个可以提供用户当前所在城市天气的应用啊，用户输入所在的城市就能查询到当前明天和未来的这个天气。然后呢，你要让 GPT 来扮演一个身份，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专业而且有幽默感的天气助手，为用户查询所在的天气信息之后呢，能自动为用户创建一幅包含所在城市标志性建筑和天气信息，比如天气状态、最高温度、最低温度、风力等等的 3D 内容的图片。然后呢，底下还有一些附加的内容，比如说用户输入的城市不准确，那你要怎么办？比如说不能获取天气信息，我们又要怎么办？好，我们先把它输进去，底下的等一会儿再看。我们输到左下角的这个框里边，接下来点击发送消息，等待 GPT 来进行一个 config， 它会来更新一下这个 GPT-S 的一个设置，大家稍等。好，它已经更新完了啊。那更新完之后呢，它就会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在这儿用的这个你还想有什么具体的一个操作啊？那我们在这儿让它用中文来给我们讲解。好，我让他用中文来进行一个沟通。好，他说呢，把我们的名字命名为天气绘师怎么样啊？还问我喜不喜欢这个名字，我觉得还行吧，那就用这个名字吧。啊，你直接告诉他用这个名字，然后呢，他又开始更新。好，这个时候呢，他还会给我们创建一个
这个图片啊，那这个图片其实就是你的图标啊，你的应用的图标，它会自动用这个 .e 为你创建一个啊，大家稍等一会儿，它就会给我们创建完毕。OK， 它给我们创建了这样的一个图，我觉得这个图稍微有点太复杂了，特别是在这种比较小的 icon 下我们就看不见，所以我想给它来进一步的做一个要求。好，你进一步对它提要求啊，那在这儿就会变。由于目前呢这个 GPT-4 的这个沟通呢是我记得是3小时内40条的消息啊，所以大家请注意。那如果你用完了你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去珍惜啊，这太简约了吧。好，那我们就先用这个啊，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大家要知道怎么去改，好吧？好，那在这儿呢，我们就做完了，我就告诉他没有需要调整的了。好，我告诉他满意。好，我希望他能幽默一点，给他鼓励一下啊，非常棒。OK， 他又在去 updating GPT 了啊，他再去更新一下。好，那现在呢，它还不是很管用啊，基本上没有办法来去使用它，所以我们要在这个 config 里边呢，继续对它进行一个调整。你看啊，现在它做的这个全是英文，那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要求吧。好，我让它用中文来进行一个这个描述啊，看看它的这个表现怎么样。OK， 你看啊，它在这儿已经帮我们去做了这个中文，但是它这个底下的话呢，它还是英文。这个底下它所描述的是什么呢？在 instruction 里边，这是你对它的所有的命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包含了你对它的所有命令。因此呢，等一会儿如果我们不符合我们需求的话，我们要在这里边去改啊。然后 conversation starters 这个里边，它所描述的就是这4个便捷开始的一个按钮，这个按钮就是你的一个对话啊。比如说，它会问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如何，我们再写。明天上海是什么天气？好，这些呢我们已经写完了，大家发现这儿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调用一些内容，让它能读取出来天气的这个信息。这里呢，我们就需要来去调用一些外界的这个 API 了啊。那调用这个 API 呢，其实我们在底下可以看到几项的内容。第一个是 knowledge。这个 knowledge 的话呢，是我们的知识库啊。如果你有附加的一些东西呢，我们会用到知识库，这个我们等一会儿讲。然后在这儿呢 ，capabilities 啊，这样的一个，它是代表它的一个 GPT 的能力。现在呢 ，GPT 的能力有 web browsing 啊，那就是网页的浏览。第二 image generation， 那就是使用 DALL-E 来去生成 AI 图片。第3个是 code interpreter 啊 ，code interpreter 的话呢，它这个里边其实它会来进行，让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运算了等等的这个操作啊，这个可以点也可以不点，但是它这个能力现在都在这儿啊，我们用不用它再说。好，最后一项是 actions 是我们现在要去调用外界的接口来去返回天气一定要去用的内容啊。那我们可以点击 create new actions， 大家发现它现在呢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页面啊。那这个页面里边呢，在这儿啊，我们的这个 schema 的话呢，这个里边它所描述的就是 API 的一些命令啊，如何去调用 API 的一些程序的这个命令。但是呢，我们不用在这儿去写啊。那等一会儿呢，我教大家怎么去做。底下呢是一个权限的一个鉴定啊，这个可以略过。第3项是什么呢？隐私策略啊，隐私策略就是贴一个网址啊。我们先来做第一步。这次呢，我们要去调用的是高德地图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接口，来去让我们返回天气和读取这个查询天气啊，这个是必须的步骤。当然呢，在这个 OpenAI 呢，它也提供了一些内容啊，它提供了这个模板，比如说在这儿有个 Weather 的这个模板，这个模板呢，其实它是一个泛用的啊，泛用这里边的内容不能直接去用啊，你用的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所以呢，我们要在它的基础上呢，来对它进行改写。好，首先呢，我们来到高德地图。在市面上呢，有很多的这种天气的 API， 它的作用呢就是它有天气的数据，而你可以去调用啊，但有的是收费的，有的是免费的啊。我们现在用免费的，高德地图呢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这个权限啊，那我们就可以去用。我们可以到达高德开放平台啊，高德开放平台之后点击控制台，前边呢你自己注册完，好吧？那我就不注册了。在这儿注册完之后呢，做一些个人的这个认证，认证之后，好，我们来到应用管理。啊，应用管理看左边啊，左边的应用管理，然后呢，点击我的应用，我的应用这儿就是我添加的这个，这个 K 的这个名称啊，但是我们现在不用去管啊，你可以再去添加一个，比如说在这儿我们去添加一个，啊，比如说叫做 Pick Weather 啊，我们叫这个名字。应用类型是什么呢？你在这儿你可以去选，比如说呢，我选个天气，啊，在这儿影响不是很大啊，尽量选择精准。OK， 这个应用已经创建完了，接下来我们在这儿添加一个 Key。
这个 K 的名称你可以叫什么呢？比如那我们就叫 pick 吧，或者是 pick weather。好，我们叫这个名称。接下来服务平台这里一定要选外部服务啊，不要去选错了啊，一定要去选这个第4项。然后你可以使用的服务呢，其实都在这儿，这里边包括天气查询的 API。API 白名单的话呢，在这儿不用去写啊，默认它就是全部都可以通过。OK， 点击这个对勾，点击提交。好，接下来你看啊，在这儿它就给我们生成了这样的一个 K， 这个 K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拿过来放到我们的这个 GPT 里边去用啊。但具体怎么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高德地图的这个文档啊，它有一个开发指南啊，它这个开发指南就是关于天气查询的一个开发指南，它会告诉我们怎么去创建一个这个接口啊，怎么去创建这个 API。好，那这个创建呢，我们还是不用去管啊。那我们要借助 ChatGPT 帮我们去生成一段这个代码，我们可以直接去放进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应用 save 一下啊，在这儿你点击 save。好，在这儿你可以先去选择只有自己看，因为你还没有创建完，对不对？好，那现在呢这儿已经 OK 了，那我们在 ChatGPT 里边再开一个窗口，我们现在用的是 GPT-4，而不是这个天气绘师啊。我把这段代码拷进去啊，这段代码讲的是什么呢？这段代码其实就是让这个 ChatGPT-4呢，根据它这个 OpenAI 提供的描述，然后再结合高德地图提供的天气文档啊，你看根据这个文档以及这个 API， 根据这个上面的规范呢，我们重新写一段代码，然后给我们生成出来。好，那我们直接给它发送，你看它已经帮助我们重写，它非常的智能啊，非常智能在这个里边。好，那我们就不等了啊，我们有现成的写好的，等一会儿呢，它就给我们输出了这样的一个代码，我们直接复制就好了。好，那我们复制的代码是什么呢？就是底下的这段啊，这是我们想要复制的那个内容。好，那么接下来呢，再去回到天气绘师，然后我们点击编辑啊，在这儿 edit， 我们继续来到 config 里边，在底下的 action 里边，把刚才的这个代码拷贝进去，在这个底下，这个不用写，然后 privacy 啊，这个要写啊，隐私策略用我给你的这个网址把它贴进去就好了。好，贴进去，这里稍微有点复杂啊，那稍微大家耐点心，你也可以去学会的。好，弄完了啊，弄完我们可以点个 test。点个 test， 我们来测试一下啊，看看它行不行。好，那现在呢，它会要求我们说 allow 这个我们选允许。好，你看啊，它在这儿提示说我们的 API 密钥无效，为什么无效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刚才输入的这个代码里边没有生效，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instruction 里边再次去输入一次啊。那我们输入什么呢？我们刚才的 instruction 没有输入完成，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把这段内容全部输入进去。你看这里边我会写什么？在这儿我会写去调用外部服务的接口，它的 API Key 是什么？这个 Key 就是我们在这个刚才我的应用里边创建的这个 Key 啊，把这个 Key 准确的复制到这个里边去啊。那我用英文有给它写了一遍。好，那我把这个直接放进去，再去测试一下啊，好，我们点击这个，然后再去 test 一下。看看行不行？好，点击 allow 啊，你看啊，在这一步呢，应该是成功了啊。成功之后呢，它就会返回一些信息，在这返回，它就会直接根据当前的天气，它给我们创建了一幅图了啊。所以我们到这儿呢，基本上就 OK 了。那我们这一点呢，已经结束了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再做点什么啊？你看啊，它已经生成出来了，这个图已经很好了。我们还希望说呢，它给我们生成一个图之后呢，它能再给我们输入一个每天的心灵鸡汤啊，比如说是每天的名言警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要用到一个内容，它叫知识库啊，就是叫做 knowledges 啊。这个 knowledge 里边呢，就是我们想要这个 GPT 去学习的内容。我们把这个 upload views 里边打开啊，打开之后呢，我来说一个名人名言的这个 txt 文档啊，这个文档其实就是我们的知识库。大家看一下这个名人名言里边有什么，那其实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个名人名言。那这样的一些句子啊，世上最烈人莫过于虚伪过日子啊，等等这些啊，这个句子我们就放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让 GPT 再去操作一下啊。好，在这儿啊，大家看到我们的输入的命令的步骤。当为用户查询所在的天气之后，我把它写啊，用文本的方式告诉用户，然后再为用户绘制一幅包含所在天气标志性的这个图片。好，这是我们的这个内容。然后底下是无法查询的时候要告诉用户怎么做啊，如果不能获取又告诉用户怎么做。
好，那这个过程我们就 close 掉啊，把它关了，保存一下。比如说呢，你可以把它设置成 public 啊，或者说你自己只有你自己能用。那我们选择第二个啊 confirm。好，那已经完成了啊。那我们把这个地址复制出来。复制出来之后呢，我们放到这个我们的浏览器里边去访问它啊，这是我们做好的一个应用，我们看看现在能不能用啊。当然这中间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可能再会去调它，希望它能顺利哈。好，我写了今天北京的天气如何，然后在这儿呢一定要去 allow 一下啊。如果你不想这个每次都回答的话呢，你可以在这 privacy setting 里边呢去把这个 always allow 去勾选上啊，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永远的不会去问了啊。好，大家看一下，它现在呢已经开始去生成图片了。OK， 这个图片呢已经生成完了。生成的过程中，大家有没有发现上面的这个内容呢？它是一个中文。它这个中文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要求它去生成英文啊，因为DALL-E 对英文的描述呢是稍微好一点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可以给它改成一个英文。OK， 那底下呢我们又写了一些这个什么东西啊？今天的天气非常晴朗啦，等等等等的这个句子，对吧？然后还展示了一幅图，它就告诉你了。另外还分享了名人名言。成功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的人并不多。我想你应该是那个啊。好了，你看啊，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其实已经做完。我们最后再去调一下，我们希望它呢在这儿能用英文去展示啊，看看能否达成目标。好，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选项里边，同样在 instruction 里边对它添加要求，图片里的文字请使用英文，禁止使用中文。好，通过反复的调试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个 GPT 有更高的一个要求哈。我们再去 confirm 一下。好，我们到达天气会师啊，这个里边来，然后我们再去问一下啊，问一下，比如说上海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好，点击 allow。大家注意啊，高德地图提供的免费接口的数量是有限的啊，如果你频繁的访问的话呢，它可能会拒绝你的访问，所以呢，如果你要进行商用的话呢，一定要去找正规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接口啊。好，它把天气呢都给我描述出来，这次描述的还是比较的清楚的。接下来它就会给我们去绘制标志性建筑和今天的天气的 3D 风格图片。好，你看啊，这个图呢它已经做完了啊。现在呢，你看这里边使用的就全是英文了，至少它是能看啊。现在对于 AI 绘画来说，能把英文展示到图片上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啊。所以咱们不要要求太高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图的话，你还可以对它的风格呢进行一些定义和描述。然后整个这个天气绘师的应用呢，我们就做到这儿就结束了啊，就结束了。我觉得整体还是达到我们的要求，然后他又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励志的名人名言哈。好了，下去之后大家可以试一下天气绘师，我可以放到这个视频介绍区里边啊，大家可以去用啊。但是鉴于它的这个 API 的接口的问题，有时候它可能访问不了天气，那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好了，那最后呢，我再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我做的另外一款这个应用啊，它叫做 Prompt Bomb 啊 ，Prompt Bomb 就是脑爆的这个提示词脑爆啊，我把它叫做 Prompt Bomb 啊，爆炸。那在这儿呢，我已经把这个介绍啊写清楚了啊。你绘画没有灵感的话，你就可以来去脑爆一下。它可以通过一个词直接给我们生成适用于 DALL-E 还有适用于 Midjourney 的一段非常标准的 prompt 啊，这是我研究了大概1周，然后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Prompt Bomb 的 GPS 应用啊，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看看他怎么去回答啊，比如说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看看他能做出怎样的一个答复。因为我这里边呢也做了一些闲聊的一些内容。好，你看你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能做什么，他就这样回答这个内容了啊。我叫 Bomb， 然后怎么样啊，然后你需要怎样的提示，你有其他想聊的话题吗？ OK， 那我们直接给他一个啊，比如说我们给他一个可爱的小猫，我们让他来给我们做脑爆。这样的话呢，你看啊，它已经生成了这样的一段内容，但是我觉得有点不符合于我们预期啊。其他的我们都还好，因为它没有参数，对不对？那我还希望它能帮我们加上这个参数，请帮我加上 S 参数以及 AR 参数。好，你看啊，我在这儿已经对它做了一点约定啊，我们说还说太好了。那根据我们2个参数的这个数值，它让我们来去填写啊，它问我们这2个参数，而且呢给我们2个参数呢也做了解答。那我们在这儿就直接写100，比如说啊我们写个300吧，然后呢图片比例我们给它来一个16:9，我们看看它有怎样的答复。好，还挺快的啊。那调整了提示词，看看新的版本怎么样。
好，你看啊，它在后面给我们加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提示词的一个内容啊。如果你觉得满意的话呢，你可以点击试啊，让它来去生图。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呢，那我们可以让它再去生成一组啊。好，我们在这儿点试。然后这组小猫生成的很不错啊，这个小猫整个光线等等的，我觉得都还挺有创意的啊。它也算它给你一些脑爆的这个感觉了。所以这个应用呢，你可以输入一些这种你认为的一些名词，比如说一支笔、一朵花、一个美女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啊，这样来去输入，它就会帮你来去做一些延展和这种脑爆。这是我来做的一个应用，当然它也可以充当这个知识库来去用啊。我们问问它这些知识，看看它能不能去回答出来。哎，你看啊，它把我们知识库里面的内容呢给提出来了啊，这是我教给它的一些知识库的内容，我觉得它回答的还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啊。你看整个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有用啊。所以这个 Prompt Bomb 的话呢，强烈推荐给大家来去用一下啊，我觉得真的还是挺好用的，特别是你没有灵感的时候，你来去做图，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灵感爆发的一个点啊，给到大家，这也是 GPT 带给大家的一个帮助。大家有没有学会呢？ OK， 看到这儿呢，各位小伙伴是不是已经创建出了一款属于自己的 GPT-S 应用呢？你可以把它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分享给进店还有进店的小伙伴呢，一起来去使用和共享啊，一定非常的有趣。好了。这期的视频呢就到这儿，喜欢我的小伙伴呢也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来去订阅我的频道。那相关的视频的链接呢，还有相关的一些资料，我会放到视频的介绍区，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微信以及其他的社交媒体来跟我来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好了，欢迎大家持续支持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吧，我是晴电，拜拜。